嗨，大家好，我是 Liz，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你在哪一方面会获得好运。然后我现在有一个活动是2025年上半年的年度预测，可以预测3个领域。现在的话，限时特价是888元。然后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加我的官方 LINE 或者是 mail 我都可以，然后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就是希望这个888的天使数字呢，可以帮助大家在2025年发，好不好？好，那选项的话，由左至右是1、2、3。第一个选项是太阳，第二个选项是海王星，第三个选项是6宫。那还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先按暂停，选好的朋友我们就从第一组太阳牌来开始咯。好，选到第一组太阳牌的朋友们，你们好。好，那你们的话，我觉得你们会获得的好运呢，是你们可以很轻易的表达自我，跟追求你内心的真理。就是你是会被看见的，可能过去这一年或者是持续好几年，你都在为你的理想啊跟你的梦想耕耘，心中有一个想要去做的想法。那在这个月份，这个3到6个月内，其实我觉得可能3个月或者是这一个月，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可能你的作品啊，或者是你的想法，你有的时候在发言的时候会更容易受到关注。那我们来看一下你在哪一方面会得到好运，然后帮助你这个被更多人看见。对，就是展现你的光芒的时刻到了。那过去的话，你可能会对一些表现的机会啊，就如果有人来找你演出、演讲，或者是要交代你什么样的任务一起去完成的时候，你是会比较抗拒的，然后你就会不想要接受这个机会，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胜任，有的时候只是你自己想很多，或者是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正因为你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或者是你有一些很有趣的视角是别人没有办法看见的，所以他们会很喜欢来找你说话跟聊聊天，会让他们觉得很放松。这边的话有这个圣杯7、圣杯皇后跟圣杯侍者，都是圣杯。这边正位的话，我觉得你过去在幻想的一些事情，幻想不是那种不好的，你可能会想说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理想的生活，然后你想要创造什么样的东西，在这个月份是非常适合去创造跟显化出来，你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这边有这个圣杯国王跟圣杯骑士，你不只是想，你在想的同时，你也会开始付诸行动。那这个行动的话，我觉得你在这个月份，1到3个月内会遇到一个像圣杯皇后的贵人，也有可能就是你自己。那这个贵人的话，他会对你蛮包容的，很多你的一些想法跟观点，他们是很能够可以接受的，甚至会想说要怎么样帮助你去实现你心中的这个理想，不论是在哪一个方面，工作方面啊，个人成长还是情感方面都是。对，那情感方面的话，我觉得你过去可能单身蛮长的一段时间，那这个月份的话，你的桃花的机会会蛮不错的，会有一个对你蛮热情，然后很有艺术想法跟天赋的人出现，他就很会说甜言蜜语，不是那种渣男，是那种很浪漫，他有一些很浪漫的想法，可能也会写词作曲之类的来讨你开心，就想要看你笑啊，然后快乐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在这个月份是很适合去表达自己的情感跟内心的一些想法，会受到蛮高的关注的。对，你在这方面的运很好。然后如果要找伴侣的话，这个月蛮有机会遇到心仪的对象，就是那种很包容你啊，能够理解你的想法的人。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讯息。嘿，钱币皇后
宝剑骑士，都是宫廷牌。这组的朋友们，这个月应该会认识蛮多人，会有很多人赏识你，不只是那种很包容你的，也会有那种，比如说假设你想要创业好了，或者是你想要进行一个新的项目，没有钱，会有金主来帮助你。就是他听了你这个想法之后，他觉得哦很不错很有实践的这个可能性，他就会来赞助你这样子。就是你这个月是会被欣赏的。等我一下，我捡一下牌。好的，宝剑2正位，但这一组的朋友们呢，可能还是会有点小害怕这一件事情，就是被别人受到高度的关注啊，然后甚至有人要出钱、出想法、设备来帮助你的时候，你是会有点小害怕的，你会不知道要怎么样前进跟接受别人的这份好意。那我觉得这个月份你要去放下过去你会有点不敢接受机会，你可能也许已经错过蛮多次的了，然后这一次这个机会又再回来到你的身边，你就在想想说之前你错过的那一些机会，你有没有觉得后悔，或者是希望再重来？那现在的话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现在就是有一个算是重来的机会啦，他会去帮助你去完成你心中想要做的事情。对，而且这个月啊，你会变得比较有目标跟干劲去完成你想做的，就不论是什么，好不好？这个想做的可能听起来会有点疯狂，就是跟一般人想做的会有点不太一样。对，然后如果你想要完成这件事情的话，你要去做的是放下你过去的那种生活跟执行的模式，因为过去你可能是比较保守或者是害怕、犹豫不决的这种状况，那现在的话刚好有这个机会来，它其实是要帮助你转变，然后让你更相信你自己是可以办到超乎你想象中的成功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其实是可以比任何人还要耀眼，而且你是有办法去选择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的。当你觉得你是谁的时候，你就是谁，这样子。对，你如果觉得自己是一个胆小害怕的人，那你就会变成那样的人，因为你就没办法想象自己是可以发光发热。但是如果你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想象自己是可以发光发热，然后跟大家分享你的想法跟点子，大家都会很开心的时候，你就会成为那种发光发热的人，而且可以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获得丰盛。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天使牌卡有什么样的讯息想要跟第一组的朋友们说。那第一组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你想问的问题，那等一下天使牌卡就会跳讯息出来。那我们天使比较谨慎，正在筛选给第一组的讯息。天使有什么想给予第一组的祝福？好，哇，真的有爱情，而且我觉得爱情你们超多选项诶。如果把宫廷牌都算进去，你至少有4个选项。你看，别停下来跟改善健康状况。这一组的朋友们要记得，早点睡，吃饱睡好，才有办法。当你吃饱睡好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跟自己内在的那个灵感还有高我做连接，你才有办法接收到你心里真正最想要做的那个真相。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别人的意见啊，或者是自己一些内心恐惧害怕的时候，会没有办法去相信自己有改变的力量。就当你心中浮起来你觉得有点荒唐但好像又有可能可以成真的那一条路的时候，就是那条路，好不好？改善健康状况，别停下来跟爱情。这组的朋友们，如果要看爱情的话，你蛮有可能会有就是对你很浪漫的，然后很包容的，或者是很踏实很愿意付出的，跟虽然会比较一板一眼，但是他就是锁定的目标他就会坚持到底的，这种都是蛮不错的桃花。我觉得你们可以筛选看看，或者是一个人然后集齐这样的特质，
有钱又包容你，然后虽然平常一板一眼，但是在面对自己的爱人的时候是很浪漫的。哦，天哪，真的有这种人吗？我跟你讲，这组的朋友们要相信有这样子的人。虽然说你内心可能会觉得自己太高标准，所以还没有遇到这样子的人，但是你要相信宇宙会为你安排来。不然你选一个你觉得还好的，你选那一个干嘛？对不对？就是喜欢要在一起，就要选那个最好的啊。好，不要害怕啊！这组的朋友们有可能之前有发生过情感啊，或家庭离过婚，或者是家庭的情感上不太顺，所以会不太相信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出现。那我觉得相信也没有损失啊。你看，你相信有个这么棒的人出现。他如果最后出现，你就很高兴啊；他没有出现，你就继续过好自己的生活，慢慢的筛选啊。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损失啊，对吧？好，那第一组的朋友们想知道更多，可以来找我做2025年的年度运势占卜，上半年的可以占卜3个领域，现在特惠888元。然后谢谢你们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见，爱你们哦，拜拜。嗨，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个海王星。然后海王星呢，它其实是跟艺术啊，跟一些梦想、幻想有关的一个行星。对，那这组的朋友们啊，应该蛮多是有艺术天分跟想象力很丰富的。做职业的话，会有作家，然后设计师、雕刻，就是跟艺术相关、画画的展出。都是有可能，我觉得你们在这个月份呢，会收获这样子的机会，有可能有人邀稿，邀请你们去画你们的东西，就是可能想要来找你画绘本啊，或者是画插图，或者是有一个你没有想过的机会，就可能你会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刚崭露头角的人，然后就获得一个很大的机会的这种感觉。对，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在这个月份呢，艺术创作方面会蛮有灵感的。就如果跟自己有保持高度的连结的话，然后对这边还出了这个权杖6正位，皇后牌正位跟金币10逆位。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其实已经努力耕耘很久了，但是大家可能不会知道你背后付出这么多的辛苦。他们只会看到你前面光鲜亮丽的样子，但是其实你自己内心比谁都还要知道说你私底下是付出了多少的辛苦跟努力的，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要出去玩啊干嘛的，也都是牺牲很多你娱乐的时间，你就是想要专注的把完成梦想这件事情做好。然后这边有这个皇后牌，有可能你们在你们的那个领域里面已经有一定的名声了，也有打出知名度。对，然后如果情感上的话，最近这组的朋友们有可能会发生提不起劲，就是在情感上有受挫，或者是遇到不太好对象，有点止步不前啊，没有办法往前，因为这边又出现战车牌逆位跟这个圣杯骑士逆位。那我们再看一下它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创作灵感上连接的更好，然后夺下未来的这个机会。就我觉得后面有一个蛮大机会在等着你们的。权杖3正位，然后海王星这张牌啊，其实它也有意思是说天使会邀请你去创作。就如果平常这组的朋友们没有在创作的话，没有创作的习惯，可以画画或者是各种创作都可以，写文字也可以，就是从零到有创作出来一个东西。它可以帮助你解压，然后消除内心的焦虑跟不安，然后甚至那个焦虑跟不安会引起大家的共鸣，有可能你那个作品就大卖，或者是会帮助你争取到蛮不错的机会的。那他这边说的方法的话，我觉得是
你有的时候要，这边的话有权杖3正位、权杖2正位跟愚者牌逆位。你这个月如果有遇到一些机会啊，跟一些邀约的时候要小心，有可能有的是诈骗，他可能会透过恋爱，就是什么他是很爱你的啊，怎样怎样的来骗你，或者是他就说什么他很疼惜你啊，怎么样之类的。就你们在这个月可能会受到这样子的考验，要去分清楚说怎么样的人是真正欣赏你跟爱护你的。通常那种讲的太完美，没有任何风险的事情，你就要很小心。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没有风险，然后很轻松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成就。我相信这一组的朋友们一定也很明白，因为这组的朋友们蛮聪明的，本身也有在孕育，就是自己的作品啊什么是有知名度的，而且这组的朋友们也有可能有怀孕，即将小宝宝要诞生，会转入下一个阶段，转换下一个人生阶段的这个过程。对，那你如果想要抓住的机会的话，我觉得他说的是你要看远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会陷入自己的一些焦虑啊，跟一些不成功，你就会把自己给关起来，就是不让自己往前走，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有的时候没有别人好，会有点担心跟焦虑，或者是看到前面后面的后辈他们已经用很快速度卷土重来了，但是自己好像努力那么久之后这一点成绩，这个是你内心的想法，但它不一定是真实。搞不好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人生之中，我们其实要做的是跟自己比，就是自己跟昨天跟今天有没有进步，或者是有没有不一样，这样子就够了。因为每个人的人生路程都不一样啊，也许对方他现在在这个高峰，但是后面他可能也会陷入一段比较艰苦，然后想不到灵感的时候。对，那这组的朋友们，我觉得你是可以大方的请求别人的协助的，因为这边有这个权杖3，你可以去看有没有跟你相当程度，就是事业已经经营到相当程度，可以去聊聊你内心的这些烦恼啊，跟一些想法，跟他们聊聊的时候会获得一些意外的资讯。然后这边的话有说你的眼光要看远一点，因为你要做的这件事情是长远的。也许现在你觉得自己还没有到你理想中的那个样子，其实在外人来看你已经很成功了，但是可能别人会觉得，可是你可能会觉得说永远都还不够。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要慢慢相信自己茁壮的一个过程，所以要有耐心的陪伴自己跟磨练自己，让自己达到自己内心的那个标准。对，将眼光看远一点。如果可能拉到你10年后，你真的已经成名，成为在国际上出名的那种大师，有没有？你现在回来看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当初这个问题也不需要我这么的纠结的在想，这样子的感觉。对，我们如果要化解自己内心的焦虑，就是先放在行动，因为你看它这边也是行动的牌，这都是火元素。就是当你有这个烦恼的时候，你去想着你要怎么样去解决，让它变得更好，而不是聚焦在那个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然后自己为什么裹足不前。当然可以去看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害怕，然后我要怎么去解决我的这个害怕跟担忧，那是我可以控制的嘛，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你在创作的灵感上啊有更好的想法。好，你看这是给你们天使，我又还没有念完它就出现，都跟刚刚讲的一样。有4张。如果你相信，好，向他人请求协助，对，你可以去找跟你旗鼓相当，或者是比你更有成就的人，就他们已经走过这个低潮的阶段，去请求他们怎么样去帮助自己度过这个比较困苦的时期。但我觉得你们没有困苦啊，你们只是就是稳稳的走在那个路上，但是有点不太知道前方是什么，会有点小担心。但这边跟你说不用担心哦，采取行动就对了。而且还有宽恕，宽恕的话通常都是抽到一些
跟人家有过节的牌，这边有可能是情感问题啊，因为这边有抽到这个恋人牌，就如果过去有人对你不好，他这边跟你说，就是你宽恕，其实我觉得宽恕很多时候不是宽恕对方，而是宽恕自己，不要去想对方对你不好的这些事情，就是往前走，因为如果你一直想的话，会让你的能量一直消耗在你在想对方对你不好这件事情，而不是拿来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你想完之后心情也没有比较好，然后就觉得自己怎么都遇到这种人，心好累。对，但是如果你把这些精力拿去想要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好，并付诸行动的时候，你的世界就会一点一滴的改变。对。好的，那第二组的朋友们，如果想知道更多，可以来找我算2025年上半年的运势，3个领域888元特惠价。好，那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就下次见咯，爱你们，拜拜。嗨，第3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个6宫，那它的话就是在讲一些日常的生活比较琐碎的一些事情，然后跟身体健康相关的，所以我觉得你在这个方面呢会获得好运。有可能你过去身体不太健康，或者是说，你比较不注重自己内心怎么想，跟你的一些生活的状况。但现在呢，你已经经过这2024嘛，2024是一个转化自己跟思考自己想要什么的一个年份。那接下来你也会开始慢慢去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尤其是跟家庭啊、跟爱相关的事情。我觉得这边的这个爱更多的是爱自己，不是往外的那种，是向内的这种。然后甚至也有可能是原生家庭的问题。这边还有这个权杖国王逆位，有可能你出了社会或者是在人生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之后，你就发现自己其实是比一般人还要幸运跟富足的，有可以支撑你的家庭，然后也有就是他们会给予你情感的支持，就是你其实是比任何人都还要来的幸运的。你会开始慢慢的珍惜自己身边的幸运，也许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我们家还要有钱的家是更多的，但是你会很珍惜家庭之间的牵绊，就是他们可能你下班回来会帮你煮一桌的菜，然后让你吃的营养，就类似这样子的温馨，就是它是一个看似很小的日常，但其实很多幸运啊跟机会都是隐藏在你的生活之中的，对。然后我觉得你也会丢掉过往，你可能对很多事情会比较，算是没有耐心吧，因为这边有权杖国王出现。那其实没有耐心，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可能压力蛮大的，然后心灵啊生活之中没有办法取得平衡。那这个月你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去慢慢的了解跟深入自己。对，圣杯侍者逆位，然后你会遇到一个事件，它是可以帮助你成功的倒掉。这边有这个权杖6正位跟圣杯侍者逆位，就是你不再像是从前比较过着白日梦，或者是比较不踏实。不踏实不是说就是一天到晚晃来晃去，而是说你可能有时候在计划一些事情的时候不会想这么多，然后不知道后面的后果。但我们随着人年纪的成长，然后遇到事情越来越多，就会知道说有些事情的美感跟那个社会运作的方式，
你会变得更脚踏实地跟成熟稳重。那这组的朋友们也有可能在这一个月份会步入家庭婚姻，会结婚。对，那会结婚的话，也有可能是你会觉得外面的这些就已经不有趣了，想要稳定自己的生活，然后也觉得身边的伴侣还不错，就有这个结婚的打算。然后这边的话有出现愚者牌逆位、宝剑国王逆位跟吊人牌逆位。好，那这组的朋友们啊，要记得你现在是可以选择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跟过什么样的日子，现在刚好是在一个转折点。然后你如果想要跳脱这个旧有的，你要记得之前的教训，因为这边会有一些可能被骗啊，然后很辛苦的牌，这组的朋友们一路走来应该也是蛮不容易的。你们很容易真心换绝情，就是你当初可能是很天真的想要帮助对方，但殊不知人间险恶，就有的时候会被骗啊，或者是你没有想那么多，没有想到背后别人会这样子骗你。但是经过这一番淬炼之后，你也成熟了，不再是之前那个会被骗的人了。所以你就是要汲取这样子的教训。那这边也不一定有被骗，有可能是你之前的生活习惯，你不够爱你自己，然后会有甚至出现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产生。那现在的话，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有可能在生活之中是很容易跟高我啊，还有一些天使守护灵做连接的，很容易看到天使数字，就可能88811之类的。或者是有些直觉，有时候会告诉你要避开一些危险，跟一些抓住一些机会。那你要记得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吃饱睡好。这一组的朋友们，可能听到这个时候，你会想说，就这样子的日常的小事情，算是什么样的幸运？但我觉得，有时候你每一天都过得很平安。平安的意思是说，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恐怖的事情，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幸运，而且它也是帮助你可以从日常生活之中找到自己，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去回忆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跟生活的。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天使有什么样的建议想要给这一组的朋友们。如果是有交恋人的啊，就是你要好好的评估这个恋人跟这个桃花是不是你想要跟你喜欢的。有可能是会来一些你觉得不太喜欢，但是他好像没有不好的人出现，他就是来告诉你说，这样子的人你要选吗？选了你又没有很喜欢，还是你要再看看有没有更喜欢的呢？这样。好，你如果有什么要做的事情啊，你其实已经准备好了，然后这个不就是看你刚刚想到什么事情，然后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对。如果我们刚才讲这个恋爱的话题，有可能是如果你要谈恋爱，就是现在你要找一个恋爱的对象，这个答案可能是不，就是你应该先把专注力放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因为如果你现在的状态是比较在一个转化变好、照顾自己、慢慢提升的阶段，你这时候很容易会遇到一个你觉得他各方面都还好，然后有个地方你可能不太喜欢的人，就是会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啊。然后天使是觉得你可以再想想看，没有，他没有觉得你要想想看，他就觉得你就不，他怕你们受伤，好不好？好。那如果想知道更多，可以找我做2025的年度拍谁打到镜头，可以找我做2025的上半年的年度运势占卜，3个领域，现在是888元。好，那谢谢第3组的收听，希望你们都可以慢慢的找到自我想要过的生活，跟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哦。祝福你们，爱你们哦，拜拜。